房市大小事，危老重建取消期限，你家為什麼還是等不到都更？先說結論，危老重建取消落日條款，不等於你家更快都更，相反你應該更積極爭取都更才對哦。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韓國的120萬槓桿戶即將斷頭，如果你還沒看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危老重建取消落日條款。好，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政院拍板修法，危老重建取消落日條款，擴大婚育宅容積獎勵。那內容是這樣，就是行政院通過了危老條例跟都更條例的修正草案。其實通過這個不意外，不然都更整個就沒有人要做。那主要的修正有3個，第一，提高民間捐贈婚育宅的容積獎勵，最高再增加50%。第二，簡化自主都更獎勵容積的審查程序，就是你要自主都更的話，審查難度會降低很多。第三，建立自主都更信用保證機制，由政府提供最高50億的融資保證，協助解決自主都更的貸款困難。好，那我先講落日條款的廢除就是原本危老重建的容積獎勵是有截止日的，你知道，所以大家都在趕那個時間講是大家都在趕，但是實際上你遇到一些談不攏的，他也是給你拖就是這樣。本來預計是到明年的5月底會截止那現在很明顯還有大量的老屋就是來不及，所以政府現在決定直接把截止日拿掉。那你認為接下來都更的速度會變快嗎？我未看先猜，效果會有限。因為有 deadline 的時候，大家就不積極了，更何況是沒 deadline 的時候。不過這次多了一個自主都更信用保證機制，這看起來不錯，就是政府做保人很像那個中央信保基金一樣，讓銀行更願意借錢給要自主都更的住戶。這邊我解釋一下，自主都更自主都更就是住戶自己找建商找營造來幫忙蓋房子，然後最常遇到的狀況就2個，第一個是老住戶不願意，那又沒得談了，還是同一題。那第二個是銀行不願意借你錢。因為蓋房子很大一筆錢銀行也會怕你還不出來，所以現在就是政府說算了，我來做保看能不能提高自主都更的意願。這樣，再來你要知道擴大婚育宅容積獎勵是什麼？我再來講說新聞裡面提到的擴大婚育宅容積獎勵，這次的婚育宅講的是什麼東西？其實它就是社宅只是說在社宅中要保留特定比例的房子，專門給有結婚或有生小孩的家庭來申請。婚育宅比較特別是居住時間很長，一般來講我們是3+3社宅嘛，6年那婚育宅的話是6+6，6年以後可以續約一次，最多住12年它本意是好的就是要讓你的小孩不用讀書讀到一半就社宅到期要搬家之類的，所以這個政策出來以後，婚育宅的數量理當要再拉高一些，但不要忘了它畢竟是社宅，12年後還是要出去那最後你要知道，想要加速都更，就要面對現實那我來講一下說，現在的危老都更最殘酷的現實是什麼？現實就是你現在住的老房子，它每過1年就是加1歲，然後新房子也會慢慢變老。今天還算年輕的房子，過幾年又要加入老屋俱樂部了內政部自己規範的老屋叫30年那也可以發動危老都更，再加上現在建商蓋房的速度，你自己看一下，未來需要危老都更的房子只會越來越多而已，然後會卡住你家老房子發動危老都更的，一直以來都不是屋齡問題而是你對危老都更的夢幻泡泡。什麼夢幻泡泡？就以前不知道哪個北蘭喊的，然後一喊出來大家都以為，到現在還記得這句話，那殊不知法規早就不是這樣叫做1坪換1坪再加停車位對不對？最好是1坪可以換到2坪嘛，然後再給我2個停車位嘛就這樣無限加碼這樣談。一個房子不能無限制的蓋呢，它有容積的限制所以你要1坪換1坪再加停車位，當初喊的你自己看這個住展雜誌的表格，照顧 Podcast 的聽眾我把它講一下，就是你心目中你覺得很公平很正義1坪換1坪這有什麼不對可是在建商的角度來看，那根本沒辦法蓋，這是賠錢的生意。例如說室內坪數25坪的公寓，你那個陽台外推就不要拿出來講室內坪數原本規劃是25坪的公寓，換成電梯大樓結果你也要求室內坪數要25坪，你不要忘了大樓有公設公設加一加加回去，建商實際要給你的坪數叫38.5坪，多13.5坪。我還沒講停車位嘞那以前營造成本低的時候，建商就不見得願意了现在營造成本高成這樣，
土方之亂、碳權交易缺工缺料全部這樣灌上去，就算政府再提高容積獎勵，你覺得他會願意嗎？那你說，可是我地段好啊，是有多好？如果你的地段真的超級好，你家都更早就完成了。我跟你講不會在那邊1年開一次會，要不要都更啊？不要好，那沒關係明年再來，然後就這樣那讓你感覺到建商好像也不是很積極。如果你的地段絕美，早就已經完成都更了就是這樣。來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講了危老重建取消獎勵以後，為什麼你家的老屋還是等不到都更？我們先討論了這次政策修訂的方向，並且討論了真正讓都更卡關的原因。結論就是，政策雖然可以幫忙解決部分的問題，但是住戶的夢幻泡泡沒有被戳破的話，你未來要迎來都更的幾率依然是蠻低的。最後我想問你，如果建商要找你來危老重建，你願意少拿一點坪數嗎？靈魂拷問，對不對？你願不願意嘛？你的房子要變小，但是你是新房子，你願不願意？願意，新房子比較重要。B 不願意，至少要1坪換1坪。C 看條件，我要拿到1.5坪。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74%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那政府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看起來是有蠻大幅度的調整，就是要把住戶當建商就你們不是說建商很賺，那給你當啊你來當啊。政府還有這個融資的補助。融資的協助你自己弄弄看啊。以前大家想法是我家很舊，等建商來敲門現在政府是說建商不來或是談不下沒關係，你自己蓋嘛，你們住戶你們不是很屌嗎？你自己蓋嘛你自己找營造，你自己借錢蓋嘛我來幫你信用保證嘛聽起來很好問題來了，誰有辦法去負責這10幾戶鄰居的溝通？那個建商是個很專業的項目，那個建商的財務計劃你做得出來嗎？然後工程追加幾千萬誰來決定房子拆掉以後蓋不回去，那誰要負責？那主委有沒有被懷疑拿回扣？當然有嘛，一定會發生的嘛有人中途反悔，那整個案子要怎麼處理？很麻煩現在很多住戶連自己家社區大樓管委會換個電梯你要吵3年，你現在要把整個社區拆掉重蓋，我靠，怎麼弄？現在就是政府說你也不要在那邊亂指望了你不是說你家很屌，那你還蓋一個臨時建設公司，你勝率極高啊！你說你家很屌的給你自己弄你要借錢，政府也有50億這邊讓你借就這樣。你看他要不要？這怎麼弄？此時又變成說住戶又要去看建商的專業，又很依賴建商的專業。那你當初把人家罵成這樣洗嘞？那再來是建商被政府踢開了，按住戶你自己敢不敢蓋嘛？你自主都更呢？你看起來很爽，因為建商本來要賺走的利潤，理論上都可以留給地主嘛。你自主都更啊，例如本來建商評估以後只願意讓住戶換回室內面積較小的新房，住戶自己做，可能有機會分多一點。但是住戶你現在就很慘，你現在就是營造成本上漲，工期延誤算你的，公安事故算你的，那銷售不如預期算你的，然後銀行的融資成本算你的，鄰居的內鬥也算你的，你全建商賺太多，那現在政府直接開金口說，那你自己當，你看你敢不敢？這是自主都更。自主都更還很麻煩在建商主導的都更，大家至少知道說建商這個家伙他就是要賺錢嘛，這很合理嘛，這不是什麼善良，也不是什麼邪惡嘛，建商就是要來賺錢的嘛。
好，那自主都更哦，有什麼所謂的更新會哦，然後主委少數熱心住戶來負責，現在牽涉幾億的工程呢，社區是不是就開始找茬了？那你為什麼要找這個營造？那你的水電，我有認識水電啊，你為什麼不找他來用靠北？我們現在蓋大樓，你認識你那個阿伯，他做一輩子的居家水電，就被這樣問哦。然後主委有沒有拿好處啊？為什麼誰分的樓層比較好？我是店面呢，我的停車位之後怎麼辦？所以自主都更最大的隱藏成本就是所謂的信任跟溝通成本，非常誇張。你平常管委會一個月繳2-3千塊，你都懷疑這個社區有沒有亂花錢。現在幾億把你家房子交給他處理，你睡得着？你不睡着，在他眼裡是幹又要來找麻煩了不然大家要不要做？大家一起爛繼續住老屋。現在都更要拜託我弄。然後又要懷疑成這樣，可是懷疑也很合理嘛，就是這樣，這還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溝通效果，自主都更嘛，所以這是蠻屌的這是就是你們大家在吵，你們自己做，就一致說打 DME， 就變成說沒有啦，我當初只是說建商還是要來協助我們啦，我自己沒辦法啦，靠，那你叫那麼大聲總之就是這樣。那這次修法以後，自主都更的人會不會突然變很多？我個人認為啦，來問的人一定會變多。但是能成功蓋出來的人，短期之內一定是沒辦法暴增的。即使你這個社區也不要講社區是都更的嘛，其實你這個公寓樓上鄰居是很有名的建築師好了，你看他要不要做這個事情，然後被你們拷問，他才不要嘞。賺到錢以後去外面買一個電梯大樓就好，會變成說沒有能力來主導這個住戶都沒有能力，我們就不是這個行業的人嘛，我們就不是這個做都更起來的人嘛。都沒有能力都沒有能力又想要利益，那整個就是打架打在一起因為政府現在的規劃講直接一點，就是鼓勵住戶怎樣，你不要再等建商了，你自己來當建商你自己整合鄰居你自己找顧問，你自己找營造，你自己跟銀行借幾億來蓋房子，政府來幫你做信用保證，去吧。你敢不敢住戶到底有沒有能力來負擔這個整合？你們到底整合好了沒有？現在政府的態度就可以隔岸觀火了以前政府都被一起拖下水你們圖利建商現在說沒有，那你說建商那麼好賺，你來賺加油加油我這邊有保證基金你要融資的話來找我，我會幫你有忙，去吧這怎麼整合？那都更整合要幹單最麻煩的不是銀行一定是鄰居平常大家那個像公寓洗水塔一戶出300塊就沒人要出了有人就是不出洗樓梯就是不出。現在這個更新會幾億元的工程怎麼搞？絕對吵架的所以這次的修法有沒有機會增加自主都更的案件數量？一定有但我個人認為先增加了不是完工案件，而是海量的所謂的都更說明會，然後還會有一堆顧問公司還有都更專案管理公司，這個東西會起來。以前叫建商自己去弄，那現在的話住戶有機會自己做建商，他就會想那我要做建商，我能拿到最大的利益，那我去外面找專業的顧問公司這種顧問公司就會像現在政府鼓勵社宅一樣，然後跑出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代租代管這種公司一樣會是一個新的行業。反正都更的專家就對了，然後那個都更專家你就是要付他顧問費，然後還跟你講法規就是這樣。然後你要推動，不好意思，推動是你的事。以前這全部都是甩給建商去做，然後建商做得很痛苦。我甚至聽過那個建商朋友那邊講說什麼幹投胎不做都更。我說有這麼嚴重？他說你沒談過你不知道。好啊，那現在住戶自己去，他們自己就先大亂鬥了。然後這些專業的顧問公司旁邊隔岸觀火，收錢收顧問費，因為真的需要那個專業所以我把他們在政府現在在鼓勵自主都更就是要你自己負責的意思。那你真的付得起這個整個拆掉重蓋自己完成自主都更的風險嗎？你想想看。